比赛前夕，青子发现樱木的 AJ6 已经被穿漏了，于是拉着樱木去买新鞋，还是同一个店铺，还是同一个老板。鞋店老板看到樱木后，差点哭了出来。好汉身后有好汉，英雄身后是英雄，大概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老板送给樱木一双黑红经典配色的劲传 AJ1，樱木的全国大赛之旅开始了。这天早上，晴子来到学校，突然听到篮球馆传来拍球的声音。晴子很惊奇，湘北篮球队明明已经去往全国大赛的路上了，是什么人还在篮球馆呢？晴子拉开篮球馆的大门，看到杨平独自一个人在玩篮球。晴子突然对杨平说：“谢谢你们。”杨平愣了一下，晴子说：“因为你们几个一直在陪着训练，樱木他才能完成2万个投篮。”杨平笑了笑：“以你来看，樱木顺利成长了吗？”晴子说：“顺利的吓人，一般人都像每站都停着电车，而樱木给人的感觉好像新干线，让人羡慕。如今的樱木真的如最初晴子期待的那样，果然他看中的这个男人没有看走眼。”此时，在通向广岛的新干线上，湘北篮球队聚在一起，正对着一本篮球杂志惊叫。这本篮球杂志刊登了全国大赛的比赛顺序。湘北惊愕地发现，他们第一场面对的是大阪的丰裕高中，如果打败丰裕，他们接下来就要面对山王工业和爱河学院的双重追杀。丰裕没什么要紧，前篇也看到了，在大阪的选拔赛上被大荣学院打到哭，只能说实力不相上下。以湘北的实力，打丰裕不在话下。要命的是，那个秋田的山王工业，那可是去年全国大赛的冠军，而且也是前年的冠军，大前年的冠军，全国大赛3连冠，那是湘北篮球队从来没碰到过的真正王者级的选手。而爱河学院则是全国4强之一，与海南大实力相当。湘北的众人傻了，天啦噜，我们被分到了高手云集、战况最激烈的一组了。安西教练偷偷溜去上厕所，才子叫住小胖子，问道：“教练，为什么事先不告诉他们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湘北队不知道自己的对战顺序，因为安西教练故意向他们隐瞒了。安西教练说，只是不想让他们有多余压力，也不希望他们逞强。这种时刻，与其花时间去考虑对手，不如多磨练自己的实力。才子表示，我竟无言以对。比起没见过面的山王工业，樱木更在意的是明鹏工业的那个爱挂篮筐的韩寒森重宽。这时，一个扎着辫子的家伙突然拦住四眼哥，语气嚣张地说：“把车票拿出来。”突如其来的状况让大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马尾辫看了四眼哥的车票，嘀嘀咕咕地说道：“新横滨到广岛。等一下，你们只提到了山王和爱河，老子听了很不顺耳。你们认为丰裕是一支不入流的队伍吗？此人正是丰裕那个著名的漫画家岸本，丰裕第一嘴炮王，曾经当着向田研一的面疯狂贬低仙道和陵南高中，结果在选拔赛上被大荣的土屋纯打得哭爹喊娘，差点崩溃。果然，小角色都比较爱装逼。丰裕的教练远远地训斥岸本，让他立即住手，并亲自跑过来道歉。岸本一脸屌样，为什么跟他们道歉？是他们侮辱我们。工程压着火气说道：“丰裕笨蛋，我们根本没把你们放在眼里。”岸本冷笑一声：“不知死活的小鬼，好好看看手上那本书吧。”大家低头仔细看了一眼，惊得瞪大了眼睛。山王工业的综合评分是2A， 丰裕的评分是 A， 而湘北只有 C。也就是说，在外界来看，至少从杂技编写者的角度来看，湘北与丰裕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岸本转身离开，嘴里还碎碎念：“一群井底之蛙，还妄想和山王打。”坐在旁边的樱木突然伸出一只脚，将这个嘴巴很臭的装逼王绊倒在地。如果是搁往常，这小子恐怕早就被樱木打翻在地了。岸本跳起来，怒不可遏，抓住樱木的脑袋就要动手。丰裕教练怒斥岸本，程警闻声赶来，眼看事情越闹越大，岸本才不服不忿地放开樱木，用力退了一口。樱木笑着说道：“喂，马尾巴，你按我头的事儿我不会忘记的。”看来湘北地狱战与丰裕的对决必是一场血雨腥风。日本高中篮球界有3个影响力非常大的比赛，分别是夏季的全国大赛、秋季国体以及冬季的选拔赛。日本高中每年4月份开学，每年有3个假期，这就衍生出了高中篮球界的3大赛事。其中，夏季的全国大赛是每年规模最大的比赛，也是最能给高中篮球界无上荣耀的比赛。送走了岸本这个瘟神，湘北一路没再遇到什么精神病，一路顺利的到达了广岛。参加了大赛前的宣誓仪式后，就是自由活动了。在这边，湘北遇到了老对手海南大附属，阿木走上来，略带怜惜的说道：“可怜啊，居然和山王和爱河一组。”一边的青天信长差点笑出声。湘北结束了，流川枫啊，看来没机会和你交手了。流川枫冷冷地回应道：“反正都要打败他们，只是时间早晚的事儿。”赤木接着说：“没错，为了称霸全国，不管对手是谁，我们都会予以痛宰。”樱木上前直接给了青田一个头锤，算是打招呼了。赤木站在阿木面前，底气十足：“决赛见吧，木。”这时候
那个精神不太好的岸本又走了过来，挑衅道：“你们还真想跟海南打决赛啊？想什么呢？阿木啊，听说预赛时湘北让你们吃足了苦头，海南怎么这么逊呀？看来全国4强有一个角已经崩塌了。”所有人都安静了，用关爱弱智的眼神看着岸本表演。阿木一脸狐疑地说道：“你小子谁呀？”樱木和青田哈哈大笑，少见的一致对外，站在统一战线上嘲讽岸本。樱木笑道：“大叔，你问得好，这小子叫马尾巴。”青田笑道：“你想跟阿木队长耍嘴皮子，还早了10年啊！”岸本黑着一张脸，风雨其他队员走上来，撸胳膊挽袖子要动手。樱木一看要打架，来了精神，这不是关公面前舞大刀，找死吗？就在双方火花对撞的时候，赤木一声怒吼：“都给我住手，别做无谓的争吵！”风雨队长挤过人群，劝岸本不要找麻烦。阿木来到流川枫身边，低声说道：“那就是风雨的队长南烈，这个人你要小心。”南烈看向赤木说道：“谁比较强，明天见真章。”赤木，我们篮球选手无论输赢都要打得毫无悔恨。此时风雨这个傻大个故意撞了宫城一下，低头讽刺道：“哎呀，看不到你呀！”宫城也不是好惹的，冲着傻大个说道：“你呀，赶紧去买车票吧，明天就要回去了，不是？你个蠢蛋，明天就宰得你哇哇叫。”晚上，大家各自怀着心事休息。樱木特意给晴子打去电话，红着脸说：“晴子，明天我一定会为了你全力以赴的。”木木挨个房间提醒大家，第2天就是比赛了，早点休息。流川枫早早的就睡过去了。三井还在纠结杂志上的评级，这他妈是谁打的分？凭什么海南是 A， 我们是 C， 而丰裕也是 A？ 那个丰裕水平有那么高？赤木拄着脸一直望着窗外，突然问道：“三井，你在国中比赛时会紧张吗？”三井说：“多少有点吧。”赤木说道：“我第一次这样，全身抖个不停。”赤木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紧张的心情，躺不下睡不着，于是起身出去夜跑。三井感叹：“连他都会紧张吗？”木木说道：“这也难怪，因为这次是他从小就一直向往的全国舞台。”第2天一早，湘北篮球队准时到旅馆外集合。赤木因为紧张一直蹲厕所，樱木调侃赤木是不是因为拉太多冲不下去了。今天是全国大赛第1场，虽然是第1场，但是大会采取的是淘汰制度，一旦失败就得打道回府了。木木暗下决心，绝对不在今天隐退。就在大家准备赶往比赛现场的时候，工作人员跑过来喊住湘北，声称有电话找他们，另外还有一份传真。赤木疑惑地接起电话，那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林的1年级的那个狗仔向田研一。研一这小子很够意思，将自己打探到的关于丰裕的情报以传真的方式传给湘北。他告诉赤木，这是一份可以信赖的情报，多少对你们会有点帮助，我希望你们会赢。一想到岸本那个精神病放肆贬低仙道和陵南，研一就气不打一处，要是你们湘北输了，绝不轻饶。可惜的是，陵南不会到现场观看湘北的比赛，为了下次对决能打败湘北，陵南正在加紧练习当中。研一憋足一口气，对着电话大喊一声：“加油，湘北！”好家伙，这一嗓子差点给赤木的耳膜干穿了。安西教练呵呵笑了几声：“好了，诸位，我们走。”比赛现场，比赛还没有开始，丰裕的野兽啦啦队就已经开始嘶吼了，搞得现场气氛像杀猪一样恐怖。不幸的是，特意来个三井加油助威的湘北不良少年德南等人做错了阵营，坐到了丰裕高中的地盘。德南这个没头脑的家伙好像不怕死，举着大旗喊道：“湘北加油！”周围丰裕高中的人齐刷刷的投来恶狼凝视，若不是德南等人跑得快，当然就要把他们手撕了。比赛开始前的几十分钟，双方队员在休息室内做最后的战术布局。丰裕从头到尾就没把湘北放在眼里，每个人都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教练一再提醒大家，虽然湘北是个籍籍无名的队伍，但是能让海南陷入苦战，应该是有什么潜能，不可轻视。队长南烈粗略地扫了一眼关于湘北的情报，说道：“湘北的得分王居然是个1年级的，叫什么流川枫？好吧，比赛开始就由我来打这个流川枫。”湘北这边，赤木在认真地布置大家的位置，跳球由自己来完成，自己有信心能抢到球。第一轮攻击重任交给流川枫。当然，樱木是不服气的。木木提醒樱木不忘初心，好好展示你的集训成果。三井对评级的事情还在耿耿于怀，拿着杂志去找安西教练。你看看教练，他们把湘北评为了 C 级了。安西教练呵呵笑了笑，很好，很好，这样不是很轻松吗？反正大部分人都想不到我们会赢。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比赛结束就知道这个评级对不对了。我们来让所有人知道这个评级根本不对。安西教练几句话激起了众人的斗志。众人齐声高喊：“湘北必胜，打倒丰裕！”刚回书说道：“备受瞩目的全国大赛终于要开始了。”湘北乘坐新干线顺利到达广岛，途中碰到了丰裕高中精神不太好的选手岸本诗里，双方迸发出激烈的火花。比赛当天，向田研一打了电话，将自己收集到的关于丰裕的情报传给湘北。另一边，
三井一直对篮球杂志上的评级耿耿于怀，丰裕被评为 A 级，而湘北仅仅是 C 级。安西教练对此并不在意，既然外界根本看不起我们，我们就用实力来证明他们对湘北的印象是错误的。全国大赛第一场，湘北对战丰裕终于打响了，双方球员入场热身。这丰裕高中的人跟岸本一样，好像都有点没事找事的心理。一看到红色寸头的樱木走入场内，丰裕的啦啦队们就嚷嚷着干掉10号，那个头型明显是故意找茬。黑人问号，难道丰裕的人都是属牛的，对红色应激吗？杨平四人组和青子等人也已经坐在了观众席上，一看到所有人都在骂樱木，杨平等人嘿嘿坏笑。没想到樱木这么受欢迎，这也难怪，谁叫他那个头型那么骚包。樱木对此毫不在意，甚至还有心情去挑衅岸本。马尾巴想盯住我这个天才，最好豁出来，做好殊死决斗的准备。不过看你这个样子，不管怎么努力都没什么用，回家种田好了。樱木的话成功激怒了岸本和所有丰裕的人，现场整齐划一的喊道：干掉10号，干掉10号。晴子听到这样的呼声不乐意了，大喊道：不要输给他们樱木。樱木见到晴子来看比赛了，顿时有了干劲儿，海南的人也来旁观。青田一如既往的对樱木施加嘲讽技能，红毛猴子，我们来看你们了。要是不来看这场比赛，可能就没机会看到湘北了。A 级球队和 C 级球队的比赛，按理来说应该是一边倒的局势。不过湘北很快就让丰裕意识到，这种评级标准根本就是 shit。双方首发阵容如下：中锋位置197公分的赤木刚宪对线190公分的盐田三秋；大前锋位置189公分的樱木花道对线188公分的岸本诗里；小前锋位置187公分的流川枫对线184公分的南烈；得分后卫184公分三井寿对线180公分的矢桥京平；控球后卫168公分的宫城良田对线183公分的板仓大二郎。除了控球后卫的位置，湘北在平均身高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哨声响起，全场比赛开始。赤木凭借身高优势跳球得手，球到了宫城手里。本来湘北的战术是开场时以流川枫的快攻打出优势，但宫城不爽，自己被板仓那个傻大个嘲笑身高，非要单打一个。这一下子湘北的节奏乱了，宫城顺利突破了板仓。传球过程中，南烈中途拦截，将球截下来之后，丰裕迅速打了反攻。观众席中爆发出一阵嘲讽：“矮冬瓜，不要逞强了！”南烈带球入侵篮下，宫城与三井双双出手，南烈一个背后传球，将球传给了后方支援的板仓。板仓带球直接上篮，撞翻了宫城，率先拿下2分。这一下，这个傻大个更牛逼了，对着宫城比出辱骂的手势。宫城心里气不过，拿到球后不管不顾，直接快攻，一个人带球到篮下上篮，岸本起身阻挠。突然，他眼睛一瞥，看出了宫城的套路，是传球，我看出来了。宫城像一个假动作将球传给赤木，结果被岸本中途抢断，丰裕再次拿到反攻机会。樱木紧随岸本身后，追上岸本的时候，突然给了岸本一个大逼兜，将岸本打翻在地。裁判吹响哨子，樱木犯规。板凳上的四眼哥等人表示很无奈，这犯规犯的也太明显了，起码你做的不留痕迹好不好？相比之下，丰裕这方面就很有经验。矢桥京平挡拆过程中，趁着裁判不注意，狠狠给了宫城一下，宫城吃痛，但裁判根本没看到，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接着，矢桥和傻大个板仓打了个配合，再次拿到2分，情况非常不妙。比赛开始还不到1分钟，丰裕已经6-0将湘北死死压住了。岸本将樱木卡在身后，大喊一声：“板仓，把球给我！”这个10号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樱木恨得咬牙切齿，岸本拿到球后直接传给外线的南烈，南烈出手就是一个3分，丰裕9-0。湘北每个人都咬牙切齿，却无能为力。在旁人来看，实力差距太大了，丰裕简直如入无人之境，9分拿得轻松无比。杨平等人一脸不爽，虽然第一仗未必会赢，但是刚来广岛就要打道回府，未免太那个了吧？晴子感叹道：“丰裕不愧是从激战区大阪出现的队伍，每位选手的球技都是一流的，但是我讨厌他们。”在大阪的预赛中，丰裕除了输给大荣那场比赛之外，每场比赛平均得分是130.5，重视攻击，默契十足，速度快，是全国大赛的常客。去年的全国大赛，显然就是败在了丰裕的手下。看来丰裕确实有两下子，不是那种只会耍嘴炮的菜鸡。不过湘北的技能还没 CD 完毕，还请稍安勿躁。默默在板凳上提醒宫城等人冷静沉着，先设法进一球，不要被丰裕激怒，拿出平时训练的水平。岸本这个坏蛋一逮到机会就疯狂嘲讽樱木，试图激怒他，让他方寸大乱。你让我盯你盯的有点意义吧？你到现在还没碰球啊？该不会你的队友不敢传球给你吧？樱木面红耳赤，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大喊一声：“
小田，把球给我，你会后悔激怒我这个天才的。宫城大概是被樱木的怒气所震慑到了，乖乖将球传了过去。樱木拿到球后起身就投，大家都吃了一惊，这么远的距离如果投进了，那可真是惊世骇俗了。可惜樱木这一球不仅没进，直接飞过篮板，稳稳落在了观众席上青田的手里。这一投彻底让湘北颜面尽失，全场哄笑一团。为了青田的感觉羞愧难当，我们居然会输给这支队伍，简直就是丢脸丢到家了。因为樱木出色的表现，安西教练将他换了下来。就在刚刚过去的几分钟里，湘北与丰裕苦战的时候，安西教练认真的研究了一遍现代演艺发过来的关于丰裕的情报，发现丰裕以快攻著称，每场得分都很高。硬碰硬的话，湘北非常危险，而宫城和樱木太单纯太浮躁，很容易就被激怒。于是安西教练特意换上了安田做镇静剂，让他上场放缓比赛节奏，安抚大家的情绪。看着樱木被换下去的背影，岸本退了一口，冷笑道：“原来只是个卖身高的傻子，无聊啊！”樱木一脸不爽的走下场，不断埋怨安西教练给自己换下来。老爹啊，你应该知道我的实力，为什么把我换下来？木木解释道：“教练换你下来不是惩罚，只是需要安田上场改变步调。”樱木一听，脸拉得更长了。难道本田他已经坠落到不如安田了吗？以往湘北第一替补必须是木木，这次安西教练却出其不意地改变了战术，原因就是安田有这样的胸襟，好脾气的安田不会输给任何挑衅。安田果然不负众望，一上场就发挥了所有人都没有的优势。赤木拿到篮板球，将球给了宫城，傻大个板仓立即扑过来，开启嘲讽技能，又要耍三流球技了你！宫城脸部肌肉抽搐一下，怒火攻心。这时安田在背后叫着宫城，主动要球，宫城停了下来，虽然非常不爽，但还是将球传给了安田。安田一边稳稳的运球，一边高声喊道：“我们扎实的进一球！”这就是安西教练的战术。如果对方擅长跑步，我们就设法绊住他们的双脚。我们不只是快攻，还可以打出自己球队的系统战，因为我们有神奈川篮下霸王赤木。安西教练特别交代安田，要尽量利用时间制造攻击机会，把球传给赤木，让他在篮下单打。如果球在丰裕手中，在他们快攻之前立即回防。安田按照安西教练的嘱咐，找到机会就将球传入内线，稳扎稳打的赤木拿到球后直接篮下出手，稳稳得分。丰裕快攻，安田指示大家迅速回防，封住了丰裕的快攻通道。海南阿木指挥内行，安西教练是看出来丰裕的战术和湘北的战术如出一辙，所以临时改变了策略，放慢自己的脚步。一向不动如山的安西教练今天这么快就下指令了，有大赤木立于篮下，丰裕很难找到得分机会。中锋盐田想篮下单打赤木一波，被赤木一个拍苍蝇把球击飞，全场哗然。盐田被赤木的气势震慑住了，这种压迫感太可怕了。大阪没有一个中锋像他这样有存在感的。丰裕教练急了，扯着嗓子喊：“巩固禁区，别让那小子再拿到球！”中锋盐田白了教练一眼：“我们当然知道，用你说。”安田拿到球后将节奏放慢，即便丰裕很快回防，依然无法阻止赤木。丰裕中锋好像个场内观众，眼睁睁看着赤木拿到球，当着自己的面双手暴扣，自己立在原地一动不动。赤木的大猩猩灌篮走出神奈川，走向全国了。安西教练的战术起到了效果，湘北从最初的0-9将比分差距变成了14-15，双方只差了1分。很明显，丰裕很难在这场比赛中得分破百，所有人都在为湘北能扳回比分庆贺，只有樱木气到发抖。我这个天才不在，他们竟然追上比分了，那我的集训到底是为什么呀？樱木转身开始欺负安西教练，连撒娇带撒泼，胁迫安西教练让自己上场。安西教练平静地说：“你当然有上场的机会，因为你是王牌。”王牌二字让樱木瞬间就安静了下来。安西教练摸了摸没有胡子的下巴，今天赤木状态绝佳，我们有机会反败为胜。上回说到，湘北与丰裕的比赛开打，丰裕用出了湘北平时经常使用的战术快攻，很快将比分差距拉开。宫城与樱木太单纯太浮躁，轻易的被对手激怒，导致心神不宁，屡屡失误。于是安西教练临时改变战术，换下了樱木，让安田上场放缓节奏，稳定队友情绪。很快安西教练的战术起了效果，因为安田与赤木的配合，让湘北很快将比分追回，同时让默默无闻的湘北篮球队在全国大赛的舞台上正式打响了名号。赤木带着湘北篮球队刷新了全国赛场上其他球队对湘北的认知。原本湘北只是个无名球队，没人知道这是哪个乡哪个村的小球队，而赤木在赛场上表现得蛮横霸道，让那些不知道湘北名号的人大吃一惊。这个4号中锋是谁？湘北是哪里的球队？他们很强吗？居然和丰裕对抗，应该很强的吧？当然了，阿猫阿狗的评价对赤木来说根本没什么价值。
王者给出的肯定才能证明赤木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全国级。大平头组织山王工业坐在赛场一角，关注着场上比赛。主教练堂本五郎点点头，这个中锋不错。湘北拿球，安田拿到球后，习惯性的用平静的语气安抚大家。丰裕那边的观众席和啦啦队好像嗑了药，立即骂声一片。矮冬瓜从刚才就一直啰里啰嗦的，少说废话，宰了他！这脾气哪行啊？建议全国大赛组委会加一项观众尿检的程序，嗑药的和精神病患者通通不得入场。安西教练的战术很快被丰裕识破，队长南烈立即采取了对策。湘北的战术非常明显，为了压低得分，放慢速度，攻击时间拉长，然后把球交给最稳的赤木，让赤木在篮下得分。所以关键就在于那个赤木。丰裕直接派出3个人在篮下将赤木包夹，活活将赤木封死。赤木笑了，丰裕这不是找死吗？活该刘传峰等人有出风头的机会。赤木没有机会出手，直接将球给了外线流川枫。南烈上前防守，流川枫拿到球后起身就射，南烈和岸本都惊了，这么快就出手，连犹豫都不带犹豫的。流川枫的球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好的弧线，唰的一下，非常流畅的落了筐。湘北得分王牌果然出手不凡。流川枫的这一记长射将樱木彻底折服，一向心比天高的樱木第一次体验到了流川枫神射的惊人。而樱木没发现的是，刚刚流川枫投篮的影像和他自己苦练投篮时所想象的理想形态重叠了。湘北18比17后来者居上，彻底点燃了观众的情绪。流川枫甩了甩手腕，对赤木说：“队长，我今天的状态也不错。”赤木点点头，很好，只要他们一定我就把球传给你。但接着南烈射出第2颗3分球，丰裕重新夺回领先位置。南烈带着2个兄弟死死盯着赤木，但对流川枫也没有懈怠。只要流川枫拿到球，南烈立即跳出来对流川枫严防死守。流川枫对南烈根本没在怕的，一个简单的假动作将南烈突破，接着带球篮下直接跳投，神情如燕，全身就像是一个大弹簧一样轻盈有力，再次将比分扳平。山王主教练笑了，这个选手也不错，而且好像还是个高1学生。南烈对流川枫的表现很满意，眼中露出杀意。海南阿木眉头一皱，暗道不妙，流川枫要小心那个4号南烈了。四眼哥一针见血地指出，表面上看是流川枫轻松得分，但事实并非如此。丰裕4号的防守相当严密，光他的脚力就能看出来了。流川枫与赤木的表现让观众们对湘北的印象有很大转变，湘北也逐渐找回了状态，慢慢打出了平时的气势。樱木看得手痒，那只狐狸什么时候开始打篮球的？安西教练提醒道：“你知道流川枫在跳投之前做了几个假动作吗？”樱木思考了一下，2个。安西教练说，2个假动作之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假动作，仔细看他的动作，能学的尽量学，然后比他多3倍练习。不这么拼的话，在你的高中生涯里，你永远也赶不上他。才子提醒道，流川枫在进附球中学的时候，篮球已经打得相当好了。樱木没再像从前一样贬低流川枫，抬高自己。从这时候开始，樱木的双眼就一直盯着流川枫。因为这样专注，让樱木之后有了加速成长的机会。青田悄悄问道：“阿木队长，你说流川枫小心4号是什么意思？”阿木严肃地说：“你知道别人怎么称呼那个南烈吗？江湖绰号王牌杀手。本来我认为所谓的王牌杀手是指篮球打得非常好，比一般的王牌还要厉害，终究是我格局小了。这里的王牌杀手就是字面意思，南烈以专门重伤对手王牌而闻名。此时南烈拿球，流川枫的防守非常严密，让南烈一度动弹不得。于是南烈亮出了自己的杀手锏，故意给了流川枫眼角重重的一记肘击。流川枫倒地，樱木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攥紧拳头就要冲进赛场。赤木见状不妙，赶忙拦住樱木，他是故意的，大猩猩放手，他是故意的。丰裕的人见阴谋败露，立即涌上来围攻樱木。樱木大吼：“少废话！你们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赤木死死挡住樱木，他何尝不知晓丰裕的伎俩？可是如果这时候与丰裕发生冲突，就容易被判下场。在感情和比赛之间，赤木选择了理智。裁判查看了一下流川枫的伤势，立即叫来担架。流川枫有脑震荡的症状。赤木命令樱木坐回板凳，随即怒气冲冲地看向南烈：“你在赛前说胜负什么的都别在意，原来指的这个呀！好小子，我饶不了你！”南烈一手肘给了流川枫一记重击，被判故意犯规。虽然他得到了惩罚，但湘北已经失去了得分王，状况急转而下。之后，丰裕的中锋和后卫又相继以非常粗野的方式阻挡了赤木和宫城。从丰裕整体的素质来看，他们的犯规绝对是有意而为之，而且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去年全国大赛的赛场上，南烈就凭着自己的代表性的肘击干掉了前王牌藤真。
风裕因此击败了翔阳。南烈凭着自己代表性的肘击获得王牌杀手的称号，手段恶劣至极。双方比赛开始变得粗暴，傻大个板仓在篮球工程上篮的时候故意将其撞倒，工程起身后拳头都举起来了，板仓差点血溅当场，才子一嗓子换回了工程的理智。工程的拳头距离板仓只有几厘米，没有打下去。裁判给了双方队长一次警告，有热情很好，但别弄错了方向，下次就不是警告这么简单了。铃声响起，上半场比赛结束，风裕34-28领先湘北。如果对照预赛的得分，这个分数对风裕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低，但依然没有覆盖双方等级的界限。湘北在上半场没有打出超过 C 级的水平。流川枫被送进了医务室，一年级的同学约樱木一起去看望流川枫。樱木恼羞成怒，掐住同学怒道：“为什么我要去看望那个臭狐狸？”同学解释道：“流川枫倒地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冲上去的，我以为你们同仇敌忾。”樱木羞得满脸通红，一个头锤将同学干翻。听好了，你这个一年级，总有一天我会打倒流川枫，知道吗？我正在研究流川枫的弱点，风裕那个不上道的家伙坏了我的好事，所以我才冲上去，懂吗？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安西教练却站在一边沉默不语，木木几人大气不敢出。安西教练怕是生气了。才子看了看时间，提醒安西教练时间快到了，请指示下半场的战术。安西教练开口说道：“我们的后卫一受人挑衅就演出独角相扑，我们的队长一被盯牢就成了无谋的匹夫。原来称霸全国只是你们挂在嘴上说出的目标。”教练几句话语气平淡，可是大家却感受到如同被掌掴一样的疼痛。除了神经大条的樱木，所有人都十分羞愧，低头反省。这时休息室的门打开，左眼肿得无法睁开的流川枫走了进来。安西教练问道：“流川枫，你打算上场吗？”流川枫平静地回答：“当然。”三井说道：“剩下一只眼睛怎么掌握距离？”流川枫回答：“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可是硬汉，下半场赌胜负，我们是最强的。”安西教练点点头，我们来讨论下半场的战术。风裕休息室，教练对大家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下半场比赛只要稳扎稳打，保持住这样的发挥就可以取胜。教练话音刚落，岸本就立即反驳道：“我不干。”南烈说：“下半场如果不拿个60分，比赛就没意思了。”教练对南烈说：“你的表现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做任何改变。”南烈与岸本马上顶撞道：“湘北的步调拖慢了我们的节奏，如果他们再慢慢来，我们就采取全场紧迫盯人，多用小动作惹毛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超过去。风裕的篮球就是快跟狠，我们会靠着快跟狠拿到冠军的。”教练很无奈，到底你们是教练还是我是教练？你们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快跟狠顶多让你们进到8强，无法拿到冠军这个事实，在北野教练时代已经得到证明了。教练此番话一出口，立刻惹毛了南烈。南烈直接掐住教练的脖子，恶狠狠地说道：“我要宰了你！”眼看事情要闹大，岸本和其他队员赶忙阻止南烈，这可不是简单的任性和顶撞了，再搞下去非出人命不可。那么风裕篮球队到底经历了什么奇葩事情，让篮球队形成了如此畸形的文化？北野教练又是何许人也？我们下期再来细说。上回书说到，流川枫以赤木发威，迅速将比分追平，湘北逐渐找回状态，反败为胜的希望就在眼前。这时风裕队长南烈亮出杀手锏，南烈被称为王牌杀手，因为他专门挑对手方的王牌球员下手犯规，这也是风裕一直取胜的秘密武器。团队配合，相互掩护，在裁判视野盲区里恶意犯规，打规则的擦边球，再加上风裕集体一口恶毒恶心的垃圾话，各种卑劣手段集一手，成就了风裕今天的地位。风裕高中篮球队曾经有一个教练名叫北野，当时这个面善的老头子提出了一个理论，就是风裕篮球的精髓就是要快跟狠，想在高中短短3年内把篮球练到全能是不可能的，所以北野教练认为风裕的篮球练习应该是攻击8成，防守2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炮轰战术。虽然被很多人批评，但北野教练认为没毛病，因为这种做法能让球员爱上篮球。南烈和岸本就是因此疯狂迷恋上篮球的，并且因为北野的原因，二人加入了风裕高中。但是好景不长，北野教练提出的炮轰战术很快出现了它的局限性。俗话说胜者为王，炮轰战术虽然厉害，但只能让风裕止步于8强。快跟狠的方法无法让风裕问鼎全国冠军，校方为求突破得到更好的成绩，解雇了北野教练。南岸和岸本本来就是为了北野教练才来到风裕高中的，北野对他们的意义无异于安西教练对于三井。北野教练的离开让二人无所适从，他们对新来的教练非常抵触。为了证明炮轰战术致敬北野教练，二人决定将快跟狠的炮轰战术延续下去。基于这些原因，风裕的休息室里就出现了南烈和岸本与教练发生冲突的那一幕，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风裕教练根本管不住这俩人，专注进攻的炮轰战术无法让风裕取得进步的成绩，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战术的防守过于薄弱。
但是北野教练只教了南烈和岸本进攻，没有教过他们防守。为了弥补防守的短板，南烈带领风玉开始捞偏门，在防守和进攻中加入各种犯规小动作。风玉依靠偏门左道百试不爽，成为了今天人人谈之色变的王牌杀手流氓球队。下半场比赛开始，安西教练撤销了慢节奏战术，重新换上樱木，准备在下半场正面迎战风玉，和风玉硬碰硬，你快我也快，就比谁的头更铁了。南烈看到独眼的流川枫上场，明显一愣，这是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在去年和咸阳对战的时候，藤真直接让自己一肘子干退场了。他本想将流川枫这个湘北台柱干垮，没想到流川枫头这么铁，骨头这么硬。湘北首先拿球，但流川枫一只眼睛果然严重影响了发挥，无法掌握距离，导致拿球失误。风玉傻大个板仓对宫城嘲讽道：“怎么让那种家伙上场，被他撞到怎么办？”宫城刚要发火，想起教练的教导，立即将火气压了下去，球被截断。南烈拦下一个妙传，岸本拿球直接跳投，风玉拿下2分。南烈斗志正旺，他告诉岸本：“我们一定要靠快跟狠拿下全国冠军。”湘北开始快速反击，流川枫与樱木拼命奔向前场，樱木速度之快把岸本吓呆了。看来湘北下半场是准备快攻了。傻大个板仓嘲讽道：“真是不知死活，想跟我们正面硬刚。”的确，如果湘北与风玉正面硬刚，但是控球后卫宫城就有很大压力，168公分对183公分，难啊。不过话说回来，两队都快攻的话，拼的可不是身高，是技巧。板仓这个傻大个大概是高中才担任后卫的，而宫城从小学起就是后卫，他从来没在单挑中输过。板仓故技重施，疯狂输出嘲讽技能，想乱了宫城阵脚。宫城全当有蚊子在放屁，稳住心神，持续压线，很快就把傻大个给突破了。此时樱木已经来到篮下，正伸手要球，宫城微微一笑，直接远距离射篮。他的想法是樱木一定会来个空中接力，拿球暴扣。没想到二人的想法有些出入，樱木成功抢到球，在众人期待的眼神和疯狂的尖叫声中，他稳稳落地。宫城暗道糟糕，裁判声声响起，判樱木篮上干扰。樱木这一球虽然比较逗逼，但却把岸本给吓住了。这个红毛鬼虽然有点秀逗，但他那个弹跳力可不是盖的，我得小心点了。风玉这边进行快速进攻，教练扯着嗓子让大家放缓脚步，先停下来进一球再说。南烈大喊道：“不要停！”球员与教练意见不统一，甚至是互相排斥，注定风玉走不远。板仓听从南烈的命令，带球到篮下强打一波，出手投篮命中篮筐。湘北这边的替补席惊愕地发现，这个板仓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其实也是个练家子。在篮球周刊特别报道的资料中显示，板仓在大阪的预赛中个人得分排名第3，平均一场25分，而且第1名和第2名分别是南烈和岸本，也就是说风玉包揽了大阪得分王榜单的前3名。这样看来，给风玉评为 A 级水准一点不虚。风玉在下半场比赛刚开始就将比分差距拉到了10分，很多人认为湘北如果和风玉硬拼，绝对是稳输的局势。但是湘北这边不屈不挠，拿到球后就立即快攻，把节奏提到最快。这个木木面露担忧地问教练：“我们也是擅长快攻的，以快制快是我们的绝活，我们正因为有这个信心，才会在下半场正面迎战的，对吧，教练？”安西教练平静地说：“不对，我只是认为，如果这场比赛无法以擅长的快攻撂倒风玉的话，接下来面对山王工业，不管用什么战术都没用了。”海南大的高速教练面对场上多变的形势，悄悄为湘北捏了把汗。虽然湘北胆量够大，但是这种正面迎战十分危险。风玉下半场节奏打得相当快，动作非常灵活，连带使得防守也变好了。能在这时候挽救全队的只有王牌流川枫。可是以他目前的状况来看，太勉强了。湘北亮起黄灯了呀！高速教练看着一只眼的流川枫摇摇头，南烈很快意识到了流川枫的异常。要知道，再厉害的人也很难短时间适应一只眼失误的感觉。流川枫他根本抓不准远近距离感。南烈走到流川枫身边，低声说道：“劝你还是乖乖坐在椅子上休息比较好。”流川枫突然问道：“全国最棒的选手应该是怎样的？”南烈被问得一愣。流川枫说：“我认为那一定是能让球队夺冠的选手，那就是我一步都不会退让。”流川枫说完，拿到宫城传来的球，转身就是一个跳投，球稳稳入筐。观众一片惊呼。流川枫酷酷地说道：“我可是练了几百万球的射篮，看不清我就用身体来感觉。”樱木一听急了：“几百万个球，你可真能吹牛逼！”接下来，流川枫就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宫城拿球快攻，流川枫接到球后直接上篮，风玉的后卫和中锋双双起跳拦截，流川枫直接一个空中换手，可惜的是却在篮筐上绕了一圈，然后弹了出来。裁判吹响了哨子，风玉推人犯规，流川枫获得2次罚球机会。南烈有点怕了，这家伙什么来头？一只眼睛受伤了，不可能没有影响，完全看不出他实力有所削弱。的确，一只眼睛很难瞄准篮筐。
不过刘春峰有扎实的投篮底子，他自信地闭上眼睛，利用身体的记忆的发球感觉来投篮。这一球牛逼的有点夸张了。刘春峰闭上眼睛，关闭视野，光凭着身体的感觉发进一球。樱木嫉妒的浑身打颤，我那2万球的地狱集训也是有成果，必须让你们瞧瞧。刘春峰第2球因为力度不够，球弹了出来，樱木嗷的一嗓子抢下篮板球。本来这个篮板球非常漂亮，湘北可以凭着这一球至少再得2分。樱木急于展示自己的训练成果，顶着风雨4个人强行出手，结果被人封盖，风雨拿到了快攻的机会。湘北还没有做出回防的准备，风雨已经攻入篮下，由岸本上篮得分。这不是白白送出去的2分吗？三井和宫城气的猛踢樱木，樱木擦擦汗，总结了一下刚才的失误，刚刚只用到了上半身的力量，投篮要从膝盖发力。赤木和刘传峰无奈对望，这次一定不能再相信樱木了。湘北进攻，宫城将球传到篮下赤木手里，赤木刚接的球，立即有3个大汉围了过来，樱木在一边猛挥双手示意。赤木虽然不情愿，但为了避免失误，还是将球传给了樱木。有了上次的教训，樱木这次稳了。他拿到球，深吸一口气，由膝盖发力，整个人垂直起跳，摆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姿势，从出手到牙腕，所有的感觉都和训练时候一样。球进了，樱木终于投篮得分，2万球的蘑菇训练没有白费。湘北的观众席上一阵欢呼，风雨球员一脸懵逼，只不过是投进1个球而已，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看台上的阿木笑了，当然令人惊讶了，只要是神奈川的球员都会觉得惊喜和意外。1个月前，樱木还只是个除了擦板和灌篮什么都不会的外行人，短短1个月，樱木居然就掌握投篮技巧，不知道安西教练到底用了什么方法。宫城感叹，总算像个像样的球员了。另外3人吐槽道，还不行，早得很。因为樱木的投篮，湘北整体士气大增，目前湘北比丰裕落后7分。接着板仓一记3分球将比分差距又拉到10分。湘北进攻，宫城将球传给赤木，赤木被3人围攻，找不到出手机会，于是将球传向外线，那里是一直默默无闻等待发挥实力的三井。三井接到球后果然不负众望，稳稳地投进了一个3分球，将失去的3分追了回来。三井终于爆发了，湘北可是等了很久的，而赤木和宫城也能冷静下来，开始观察周围的情况。湘北的表现让安西教练非常欣慰，冲着大家点点头。这次轮到丰裕进攻，南烈拿球，刘传峰盯上去防守，岸本扑上来干扰，刘传峰吃了左眼看不见的亏，被岸本顶开。南烈看准机会，立即出手，结果球没进，赤木大喊一声篮板球，宫城突然如一条泥鳅般快速穿过人群，将球稳稳拿住，反攻得分。接着赤木、三井、宫城各有发挥，湘北很快将比分追平。比赛剩下最后5分钟，殊死搏斗开始了。上回说到，湘北对阵丰裕，下半场开打，安西教练重新换上樱木，准备和丰裕来一场硬碰硬的正面对抗。受安西教练点拨，宫城不再那么急躁易怒，节奏稳了许多，而被南烈恶意犯规接上左眼的刘传峰频频发威出手得分。而樱木终于展现出了自己集训的成果，投篮命中，湘北球员齐心协力，终于将比分逼平。在场的观众们对湘北刮目相看，湘北终于凭借自己的实力，在全国舞台上打下了一片天地。在湘北准备乘胜追击的时候，丰裕这边叫了暂停。四眼哥对大家的表现表示称赞，就以这个节奏打下去，丰裕虽然很厉害，但和海南比差远了，除了手法肮脏点，所以拼下去赢的机会很大。刘传峰因为视野变小，打起来没那么得心应手，体力消耗十分严重。宫城担忧地问他需不需要休息，刘传峰坚决地说：“我不想破坏这么好的比赛节奏，现在应该是乘胜追击，不需要换人。”再看丰裕这边，一片怨声载道。进入下半场后，丰裕失去了自己的领先地位，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南烈失准。岸本火冒三丈，就着南烈的衣服大声埋怨：“你小子怎么回事？你防守一个一只眼睛看东西的刘传峰，已经丢了9分了，他只是个1年级而已。”南烈用力拨开岸本，岸本一把推过去：“你到底在搞什么？什么大阪得分王，在下半场15分钟内1分没得，你可是丰裕黄牌。我们一直拼命努力到这儿是为了什么？”眼看2人就要打起来，教练忙站出来制止：“你们俩可是球队的支柱，若你们不和的话，球队会变成怎么样？”岸本怒骂道：“滚一边去，这里没有你的事儿，给我闭嘴！”岸本公开冲撞教练，甚至不听教练指挥，已经不是1次2次了。眼看球队占了劣势，教练不能再忍，一拳头砸在岸本脸上：“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们这些黄毛小子实在令人讨厌至极！”所有球员都愣了，这里可是全国大赛的比赛现场，教练居然会动手，事情会搞大的。教练满不在乎，反正我也要被革职了。我说过，要在2年之内超越北野教练所不能超越的8强障碍，一旦失败，我就会被革职，像北野前辈一样。
这次全国大赛是最后期限了。岸本一脸不屑，比赛结束后爱怎么样是你的事情，但是在比赛中你必须留在候补席上。虽然有名无实，但是赛例规定比赛必须要有个教练，和北野教练比起来，你也是个黄毛小子而已。丰裕起内讧的事情很快引起了全场关注，丰裕内部球员纷纷表示，这个球队简直是一盘散沙，完蛋了。湘北球员伸长了脖子看热闹，被安西教练给叫了回去。留意这里，别管别人的事情，距离比赛结束还有5分钟，分数相同，必须争分夺秒，比对手多拿1分是1分。因此，我们要尽力增加自己的攻击机会，同时减少敌人的攻击机会。只要能控制住篮板球，便能取得胜利。一说到篮板，就是樱木的拿手好戏了。哨声响起，比赛开始，观众们对南烈议论纷纷。虽然没有十足的证据，但南烈有极大可能是故意伤害了对手11号。大概是因为这样，这家伙压力过大，所以严重失准。这些话声音不大，却正正好好被南烈听进心里，头上直冒虚汗，心理压力更大了。比赛一开始，南烈第一个出手就失误，失准的离谱。樱木大吼一声，篮板王全国大赛第一球拔地而起，暴力夺板，惊人的弹跳力震惊全场。岸本撕心裂肺地喊道：“回防，快回防！”樱木将球传给宫城，宫城又传给了流川枫，流川枫带球硬突，南烈精神恍惚，甚至忘记了去防守流川枫。流川枫带球上篮，岸本奋不顾身去拦截，流川枫直接压着岸本一个单手扣篮，得分有效，兼得罚球。湘北终于反超了丰裕。流川枫一罚一中，肿着一只眼睛，准确率丝毫不减，任何人都要道一声厉害。流川枫已经成为全国级的球员了。反观南烈，黄牌杀手不仅没有干掉流川枫，反而因为罪恶感把自己干掉了。这说明这小子还有一丝良知。丰裕发球，宫城快速抢断导致出界，球依然归丰裕。此时丰裕球员完全失去了默契，阵脚大乱。湘北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面对赛场上这样的形势，南烈突然眼神冷酷凶恶，他拿球准备流川枫硬刚。南烈带球野蛮冲撞，带球上篮的瞬间，膝盖高高弓起，直奔着流川枫的脑袋而去。流川枫一眼就识破了南烈的伎俩，非常不屑，有胆就来吧，蠢材！在南烈准备下死手的时候，突然北野教练的样子浮现在脑海中，他慈祥地问：“南，你喜欢篮球吗？”南烈的良心被唤起，在空中突然失控，直接栽倒下来，砸在了流川枫的肩膀上，二人双双倒地。流川枫上了肩膀，南烈则头部直接着地，满头是血。南烈和岸本这个天生的流氓不太一样，他还尚存一些理智和良知。黄牌杀手这个称号对南烈来说不是一种荣誉，纯粹是一种枷锁。在当年丰裕对战翔阳的比赛中，南烈本来只是想吓唬一下藤真，并没有真的想重伤对方。他以为只要自己举起手肘，对方就会被吓退。但是藤真是一个真正的球员，面对南烈的恐吓，寸步不让。南烈失手将藤真打得退赛，因为翔阳失去了黄牌球员，丰裕获得胜利，南烈因此得到了黄牌杀手的称号。而对战流川枫的时候，南烈已经习惯了这种打法。他本以为流川枫会像藤真一样退场，没想到流川枫肿着眼睛上来了，而且还频频得分。流川枫每次出手得分，南烈的心中就会压上一块巨石，最后终于决堤，败下阵来。南烈睁开眼，看到北野教练正在为自己包扎伤口。北野教练教训道：“蠢材，你这样强行上篮会被判进攻犯规的。”南烈惊喜的起身，看到北野教练身后围了一大群孩子。北野解释道，自己现在是小学的篮球教练。这些孩子得知大阪代表队的丰裕3年级学生是自己的学生之后，吵着要来看比赛，自己便带他们来了。可是孩子们是一边看比赛一边皱眉头啊。北野教练带着小孩们回去观众席，南烈突然开口叫住北野教练：“小学是否也用炮轰战术？”北野教练笑着说：“虽然他们也是8成进攻2成防守，但是要称得上是炮轰战术还差得很远呢。总而言之，能令他们玩得高兴就够了。”哨声响起，比赛倒计时5分钟。湘北这边一投未进，樱木篮下拼抢篮板，把嘴臭王岸本给彻底折服了。这家伙为什么他的弹跳那么高？樱木拿到球后大喊一声“三井”，三井闻声从旁边跑来要球，岸本赶忙从中阻拦。樱木皮了一下：“我就是给你看看。”说完，没等岸本反应过来，樱木直接起步投篮，又进了。湘北已经领先丰裕10分，但胜利在望之时，丰裕的南烈回归。岸本上前打招呼，南烈低声说道：“北野教练来了。”岸本愣了一下，南烈继续说：“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把初心忘记了。北野教练以前经常说的一句话，你们喜欢篮球吗？一直以来，比赛让我们忘记了这项运动带给我们的乐趣。现在仍不是放弃的时刻，得胜的乐趣比失败高上100倍。”比赛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进入最后激战。不过
丰裕想在2分钟内追上10分，除非湘北全体崴脚放弃比赛，否则丰裕胜利的希望渺茫。对此，阿西教练有不同的看法。从一开始，丰裕在这场比赛中一直都处于很不正常的状态，球员们的表情告诉我，他们总是无法集中精神。但现在他们的表情变了，开始100%的专注比赛之中。这种时候往往会创造奇迹。若我们的球员都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话，形势就非常危险了。果然，如安西教练所说，湘北三傻早就已经胜券在握，洋洋得意。而南利一上场就刷了个3分球，狂扇三傻耳光，吃不过来就给了樱木一个大皮兜，将他揍醒。蠢材，你以为我们赢定了吗？对手可是大阪的代表啊，太轻敌了。这是全国大赛，听好了，绝对不容许有半点大意。赤木刚教训完大家，南雷那边又出手了一个3分，现在比分87比91。这样下去，丰裕太有机会赶超了，樱木下巴都要青掉了。南雷大喊道：“还有4分，我们有机会翻盘！”赤木大吼：“休想打败我们，让对手看看我们的实力！”死守篮板。赤木与樱木同时起跳争夺篮板球，这气势把一边的丰裕球员吓呆了，二人谁也不让。三井大声提醒是自己人，二人死抱着篮球不放手。终于在争抢过程中耗尽了最后的时间，铃声响起，全场比赛结束。全国大赛的舞台上，湘北出战告捷，神奈川代表湘北篮球队进入第2回合比赛。